李长寿想了想，索性不去多管，继续引着下方这20多位熊寨之人迎击尚且在千里之外的大妖。然而这些熊寨的汉子的持久力并不算强，他们只是追着李长寿跑了几十里，就已经开始气喘吁吁，速度渐渐慢了下来。灭妖之事还是只能李长寿亲自出手，稍后故意放一只大妖过来，试一试这些熊人的战斗力。但是很快李长寿就打消了这个想法，他完全不必要做这种多此一举的测试。安水城那边已经要打起来了，那片自南海来的黑云已经抵达了安水城的上空，一排排仙蛟兵居高临下，天地间透着一股肃杀的气息，下方的凡人们再次被吓懵了。最前面的那一排仙蛟兵退开，2道身影并肩走出。李长寿先时扫过，心神一紧，差点就从云上栽了下去。好乙！糟了糟了，这个家伙认识我的神像。这一刻的李长寿突然想要放弃思考，随波逐流，燃尽纸道人再也不来南海了。莫非这里就是我的备孕地吗？然而事情的发展在出乎李长寿预料的路上越走越远了。此时全场的主角并不是敖乙，而是敖乙身旁那个高高瘦瘦有点亏虚的陌生龙子。敖某扫了眼下方，没感觉到有什么气息波动，只察觉到3两只化神境的人族炼气势。当下他冷哼一声，想在敖乙二哥面前显摆显摆，淡然道：哟，就你们也敢自称南海神教？来人呐，去把那个神像给本殿下砸了！是。几名仙蛟兵将领齐齐领命，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。林间隔绝阵法下，橙红色的火堆冲天而起，火焰中那6只大妖的尸身在迅速消融。这些火焰蹿起了10多丈高，散出了一股股的热浪，喷涌出一缕缕灵气，也照亮了李长寿那双有些无神的眼眸。他抬了抬双手，像是在感受着这些真言的温度，心却是拔凉拔凉的。3只纸人化作老青少3个人，呈品字在火堆外侧站立，口诵经文，诵的依然是往生咒、渡人咒、消灾祈福咒。手中的木鱼梆子敲敲打打，镇魂铃摇摇晃晃。此地是在安水城西北700里处，一处荒谷的深处。他将6只大妖拦了下来，血战一场，浪费了一点毒丹，将他们毒杀在此地。李长寿藏在安水城下的纸道人散出了仙识，观察着那边正在发生的一幕又一幕。熊寨之人是巫人之后，这已经让李长寿十分头疼了，但这件事并非是不可解决。可龙族一行突然现身，还是一副要来干架的模样，尤其是还有一个敖乙在此地，这就让李长寿多多少少有一些想不顾一切灭了这些因果。冲动是魔障，不可乱上头。心底默念稳字经，李长寿迅速思索对策。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敖乙认识自己。南海海神与渡仙门烈日仙苗李长寿会被敖乙联系到一起。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全杀了，一了百了。但这也是最粗暴、最不稳重、因果最多的办法。越是现在这种情况，越不能着急，必须及时想出相对完善的应对之法。坐以待毙从来不是李长寿的性子，莽中取胜那是99小时书的心情。他也有大即是正义的光环必有，实力不足又故意去谋算，那就是在刀山火海上走钢丝绳。李长寿一直坚持长生稳中取，富贵稳中求的原则，这已经形成了一则思想上的紧箍。
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风险不是他自己去冒的，他就站在这儿，风险就如同火圈一般一层层往他身上套。李长寿其实也略有一些庆幸，还好他及时发现了这里的问题。龙宫一行应该是被海神大典吸引过来的，跟李长寿来不来此地无关。如果李长寿不来此地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。之前为小师叔修理阵法时，突然心血来潮，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，此时倒是对上了。李长寿的心底渐渐有了对策，心神开始3线同时操作，本体飞出丹房，朝着湖边而去。此地的神字指导人继续处理尸身，躲在安水城下的天字指导人随时准备出手，用迷药将龙宫一行放倒。安水城此时尚未完全开战，但是双方已经是剑拔弩张了。龙宫一行初登场时，那个熊寨的村长面露怯弱，确实是被龙宫一行人给吓到了。但是老村长眼见有10多名仙蛟兵冲下来，要砸了他们的海神神像。对于不少凡人而言，断人财路就如同杀人父母。这熊寨的老村长顿时急了，一声大喝：把他们都给我摁住！身旁20多名族人张开大嘴，嘴里喷出一阵土色光芒，画出胳膊、大腿、胸神、头颅各显神通，将那群仙蛟兵都打懵了神。几只仙蛟兵被打落在地，7、8名仙蛟兵被打退了回去，各自负伤。一群大汉蜂拥而上，将那几只留下来的仙蛟兵摁住，拳脚相加，顿时一阵疯狂摩擦。吾有擒龙搏凤之力，且还是天生的神通。此地还有10数万凡人在，漫山遍野都是海神教教众。见神使大发神威，一个个精神振奋，一时之间场面十分的混乱。许多大人都将小孩子的眼睛捂住，告诉他们不要乱看。但是好在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骚乱，还没有发生踩踏事故。云上的敖谋也是被熊寨巫人的凶狠给吓退了，不知不觉地站到了敖乙的身后。还好这个老村长还有些理智，又喊了一声：没伤他们性命！这才救下了那几名差点被活撕了的仙蛟兵。林间，李长寿这边继续烤火，继续在处理着这6只大妖的尸身。待经文诵读的差不多了，火苗也弱了下去。侧旁有一只纸人化作了壮汉，摸出了唢呐，仰头吹出了一丝悲凉。又有一位纸人化作的女子，在那儿诵读诗词，顺道烧一些安慰野外孤魂的黄纸。看着自己精心设计过的殡葬服务，李长寿心底一阵苦笑。了结这一点小因果又有什么用啊？自己现在已经惹上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因果，若是处理不好，怕是免不了生死道消。但是他依然没有被逼上绝路，大道50，天眼49，还留了一线生机，能让他继续求稳，而自己现在还有稳住局势的可能性。李长寿双眼眯起，抬手将面前的骨灰堆吹散，心底略微有了一丝舒适感。因为这一丝舒适感，他的念头也多了一些，背负着双手，一心多用。先是注视着那边的情形，上方的仙蛟兵正要冲下来，却是被敖乙一声停手给喊住了。熊寨老村长也是一声大吼：放他们回去！一群熊寨的壮汉这才是向后抛开，那几只被摁住的一顿胖揍的仙蛟兵鼻青脸肿的飞回云上去了。敖乙像是发现了什么，驾云飞到神像正面，仔细的端详。他那张清秀的面容上很快就出现了少许的震惊，留给李长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那就主动出手吧。
李长寿轻轻呼了一口气，目光中只留下坚定，一心多用，三线齐动。荒谷深处的丛林，这一具指道人钻入地下，朝安水城方向赶去。安水城下的指道人已经悄悄地摸到了那尊神像的下方，做好了随时涌动仙力的准备。同时，渡仙门小琼峰湖边草屋，李长寿喊上了自己的师妹兰陵娥，喊醒了在修行中不自觉就睡过去了的师傅。随后，李长寿开启草屋阵法，撩起道袍下摆，跪在了师傅面前，把灵娥和齐元老道都吓了一跳。啊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灵娥顿时有些慌了神，她从未见过师兄露出如此严肃的表情，哪怕是此前门内遭劫，师兄也一直都是风轻云淡的。齐元老道皱着眉：长寿，有话说就是了。师父，弟子不孝。李长寿低头，今日惹下天大的因果，日后或许会牵连师父与灵娥。若他日此事东窗事发，有高人欲要置我于死地，还请师父还有灵娥你不要管我。长寿，你莫要下为师，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师兄你怎么了？灵娥连忙向前跪坐在了李长寿的身旁，拉住李长寿的胳膊，眼圈顿时有些泛红。你莫要说这种话，咱们躲去天涯海角不可吗？这次没有地方躲。李长寿摇摇头：师父，师妹，时间不多了，你们先答应下来吧。齐元长长的一叹，眉目中带着几分温和的笑意。这老道笑道：弟子若惹了祸，师父如何能不管？李长寿面容黯然，此事若我处置不妥，或许会牵扯出大罗，或许会牵扯出大教，或许会牵扯出无数的因与无数的恶果。齐元又笑道：为师区区一浊仙，怕甚？师父！李长寿心底一暖，目光中有光芒闪动。徒儿。齐元抬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李长寿的肩膀，一时间草屋中也变得温暖了许多。旁边的灵娥却是轻轻眨了眨眼。或许师兄，这事儿你是不是还没做？不错，我正准备要做。你！齐元老道一口气息逆涌，举着拂尘就要打。你还没做，在这瞎喊什么？李长寿身形向后一闪，露出少许微笑。稳妥起见，弟子去做此事之前，先来告诉师父和师妹你们一声。若是稍后真的出了事，你们不必管我。师父，您直接将弟子逐出门下，与弟子了断关系便是。师父，弟子就当你已经答应了，现在就先回去了，接下来我不得分心。言罢，李长寿转身就要飞回丹房。齐元老道欲言又止，灵娥却急忙追出草屋。师兄，你这次把握大不大？李长寿头也不回，传声：不大。具体是多少？大概8成半吧。李长寿缓缓一叹，身形已是消失在了林间。灵娥也是皱起了秀眉，8成的把握确实不算大。灵娥轻轻地眨了一下眼，感觉自己的想法好像哪里出现了一点问题，但一时之间也找不出症结所在。身形回到丹房，李长寿开启各处迷阵、困阵、遮掩阵、示警阵，挂起了侧杆石。丹炉起一把火，放置纸人看护丹炉，心底浮现着安水城的情形。那边的人龙之战已经是蓄势待发，敖乙此刻已经完全认出了海神的神像，表情有些犹豫，
目光又带着浓浓的不敢置信。施展烟遁，李长寿钻入地下，走过巨石通路，推开了那扇木门，坐在了自己地下密室书桌后的圈椅中。来吧，决一胜负！一瞬间，李长寿下定决心，念头豁然通达，全心分析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。如今自己的危机在于，南海海神的身份即将暴露，敖乙无法直接格杀，杀了会惹来龙族的疯狂报复。除此之外，南海神教神使是巫人，西方教的高手已是要对付南海神教了。李长寿面前仿佛出现了一条晃动的绳索，这些绳索只有一条是安全的，握住了就可以向上继续攀登长生路，其他的绳索用力一拽，就会拽下刀剑剧毒。一条条绳索摇摇晃晃，李长寿的心底却一片安宁。此时嘴角露出少许的微笑，仿佛他已经握住了其中的一根。既然此前思路都不行，那就推倒重来，换一个思路。李长寿心底主动感应，循着香火，很快就将一缕心神降临到了南海之滨的安定城外，降临到了那一尊此刻正汇聚着大量香火功德的神像之上。与此同时，安水城外，敖乙一直看向神像的面容，刚才就已经认出了是自己的长寿兄，心底震惊之余，也泛起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。长寿兄为何会成为南海海神？这是神教的算计，可为什么是长寿兄这般一个尚未成仙的弟子？长寿兄虽然说是十分优秀，温文儒雅，但是总归……忽然间，敖乙又是一愣，敖乙感觉这神像像是活过来了，有了一丝丝的灵性。